看这些东西工不工作。我们的柴油集成灶，我们先搞点烟来试一下啊。瞬间进去了，这才是真正的这个抽油烟的机器啊！像我们之前的装那种顶置的，那就是个装饰。不管多远，这么远的都能吸进去，可以。哎，这还有灯，可以。关掉吧。就是这些东西如果全开的话，噪音可能会比较大。我们看我们的暖风有没有启动哈？哎，已经开始吹暖风了。暖风系统是正常的，没有问题啊。这是我们的后小舱门。我现在都不敢动洗衣机，我不知道它之前有没有用过，有没有测试过水。一旦这里边要是有水进去过的话，就麻烦了。这可能会有些洗衣机的滤芯要冻坏，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天气还是很冷。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微蒸烤一体机，哎，也已经通电了哈。这个样子一开，而且它能连 WiFi， 我们的空调也可以连 WiFi， 可以随时远程控制空调的温度开启哈。就是我们之后有这个奥斯卡的车里边，我们觉得车里边温度高了，通过探头看到车里边温度提升，我们还可以做联动。哎，小米的温度计超过多少度，自动启动它来恒温我们的这个车里边，因为我们现在电是足够用的哈，所以这一点也很好。这一次才算是我们第一次把车弄出来，把这个拓展打开哈，因为之前我们都没有测试过拓展，这个包括柴暖也没有测试过。今天在老板这儿把电接着，我们才测试一下，把这个电充满了。小许哥，我们看车小许哥啊，我们这就上我们车了。虽然现在目前地板有点脏啊，刚才应该前两天下雪，我们应该扯点纸壳铺在这个地板上。来，我们搞一下，我们铺一点纸壳在这地上，因为这个地方经常上啊下啊的什么的啊。那个暖风机也开始工作了，这是我们的一个牌照指正垫，车牌指正垫啊，把这都铺在地上，冻的梆梆硬，这个要稍微化消融一下。这是我们的一个排污管，反正目前车上放的这些东西啊都是我们有用的。我们现在等会儿要把市电拔掉，太阳能也在充电，水泵我们现在不能开，我们去看一下我们水泵舱，水泵冻裂了，我们水泵是单独有一个舱的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一侧这个工作的声音啊，因为柴暖的排风口在这儿，空调外机在这儿，但是我们的水泵舱的壳冻裂了，这个一定要把那个在发车之前，如果你是北方的话，一定要把它拿下来。哎，这卸都卸不下来，是不是？这底壳都冻掉了。但是这个玩意儿会很烫。这个舱我们之后会当工具舱，我弄了一个隔热层，到时候把它包起来，哎就可以了。把这水管呀什么的都隔开，不然的话这些都很热。这是我们的一个工具层。其实这个工具舱我们到时候可能会放点其他的，它口比较小，但是舱内比较大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舱。我们在考虑之后这个要做什么。如果单纯放工具的话有点浪费了，变成我们的放物料的舱。工具我们还有其他地方放，因为我们这个后边这个后备箱也没回来。看一下我们后边这个舱，哎，右侧舱门，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全部变成一个钥匙就好了。我们还有一些遮阳棚上的灯，这是飞亚马的原装的灯啊，遮阳帘上原装的灯还没有装，包括一些伸缩杆上面的一些灯都没有装，是为了我们户外照明用的。我们这边有个水路水箱加热啊，这个我们是通常是不抬起来的，只有在到零下10几度以下的时候我们才会打开。打开之后呢，整车的水路和水箱都会进行保温。当然我们现在这个天气是没有必要的，我们现在只有零下几度而已，所以我们就一直没有开。这个舱里边呢，我们是打算要放我们的水管呀这些东西的哈，但目前我是在里边丢了一箱尿素，这里边应该是放我们的电线、水管这些舱，就方便取用嘛。每次我们一下车就直接可以到这边来拿，而且水管每次会有水啊什么的，放在这里也不怕，不会影响其他舱。我们之前都是放在这个后备舱里边的，所以它有些水它会流到这个里边，
我已经把车里边的这个空调啊什么的柴暖全部打开了，我们在测试。这是我们的户外插座，包括户外的餐台。这回这个餐台上面我们装了灯，下面现在这次有灯了哈。其实这是个小东西，很容易搞，但是感觉这玩意儿不如我们之前那个结实。我们等会儿把电拔掉。哎呦，进来之后明显能感觉到就已经暖了。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全车4路监控啊。通常睡觉的时候我们是就是不看它的，屏幕黑掉。它这个即便你把屏幕关掉之后，它也是在录的，它也是录制状态，所以就不用管它通常。要不然它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你说这玩意儿亮着很晃眼。然后就是我们的水泵现在不能开，排污不能开，因为排污现在估摸着也冻着，水泵现在是冻坏了，然后不能启动，让厂家已经寄了配件过来。上次过来之后，我们把这个喇叭换了哈，喇叭换成比较好听的喇叭，听一下，这样子的喇叭声音就会比较好听一点。回头我们接好了之后，要把发动机舱稍微擦一下啊。现在目前隔音还在等物料，物料还没到，等物料到了之后，我们整个要把地板扯起来，凳子拆掉，门拆掉，对吧？来做这个前驾驶舱的隔音。好，这下我们要更换一下我们的后视摄像头啊！看现在目前后视摄像头是不工作的，后视摄像头可能又出现了一些问题。我们的后边这个后视镜是这样子固定的。把原装的替换掉，然后用这种球头的方式固定，然后下边再加一根连接杆，然后连接手台的面板放到这个地方，因为它刚好是一体嘛，还可以起到一定支撑作用，不然它这个镜子其实是有点重的哈。后边看这样停下车来就十分宽敞了哈。只不过是现在还比较混乱，因为我们有好多东西还没有改，好多东西没有装。好嘞。现在它提示转向灯故障，其实我们把大灯拆了，那它当然故障了。然后这个中控屏我们可能也要换掉，因为换掉一个带 Apple CarPlay 的一个中控台，看它能不能推得动我们这4个音箱。一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，它不是推6个，也不是推8个，我们只有一个低音，然后我们再加装一个高音。高音的部分呢，我们会在 A 柱的这个地方导模做一个 A 柱的这个声音，它就不是反射音了。就是相对来说好看一些。导模的师傅应该最近已经在做这个事儿了。然后就是全车身的贴纸，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定好了哈。但是我们现在这边的气温太低了，没有办法去贴贴纸。贴纸的理想温度在15到20度之间，这样贴纸贴上去之后它就不会脱落哈。如果像我们这种低温状态下贴，即便用吹风机吹，它也会掉下来。看我们现在这个灯带，外边的灯它是只有一条嘛，一条是原厂带的，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条是斜45度射到这个位置的原装的户外灯带。这个我们回头咱这些小东西安的多了去了，所以我们暂时一时半会儿估摸着还收拾不完它。刚才我们其他东西都看了，但是冰箱忘记看了哈。你再回来看看这个，哇，车里边现在甚至有点热的，看这个冰箱有没有启动，好像这个也看不出来，灯也没有啊。就是没有启动。冰箱好像有一个单独的开关在什么位置？找找。我们刚才把冰箱看了一下，我们这个冰箱它是竖长纵深的那种冰箱啊，跟我们之前的冰箱体积容量没有变，但是它的这个形状变了哈，高了、窄了、深了，这样。然后下边调40度，上面调10度啊，暂时就先这样。我们冰箱的这个门板的材料跟我们的这个门板材料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这个配色包括这个上面的这个门板，它都是一样的，所以这一个色系过来，它就不会觉得这个冰箱很突兀哈。然后还有一个我们没试哈，这儿这个开关是我们的遮阳棚，我们这次给它改成电动遮阳棚了哈，懒得去手摇了，而且它这个速度出去进来的速度也够快，看。直接就可以，哇，全是冻的冰，这里边看来是洗的时候全是水啊，他们也没给擦干，这样就很省事儿哈。虽然这个遮阳棚要贵一点，但是用起来只需要按一个按钮就行了，你只需要按这一个按钮。
然后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呢，就是这个东西卡住了收不回来呢，它会有一根短杆，就是也可以手摇，也可以电子控制哈。行，没有问题。看这个手摇短杆有多短，就在我们门口这儿别着。